When do you sell your Bitcoin? When you need it to conserve your life, the lives of those you love. Then yeah, you trade it, you borrow against it, but you only need one share. You do not sell your Bitcoin. 从昨天到今天最低点，比特币跌幅高达 4.25%， 市场上又有一大堆人爆仓。根据最新的链上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5万名交易者爆仓，整个全网24小时总爆仓金额高达 7.9 亿美金。更惊险的是，7万美元的心理大关被空头部队彻底击穿。关于这一波大跳水，全网的财经头条和自媒体标题都在说什么？大家都在说是因为伊朗停战谈判破裂，中东地缘政治又开始紧张，还是因为说微策略那个号称永远不会卖币的男人开始卖币了？甚至有人把锅甩给联总会，说宏观经济又要面临新的升息压力。这里是加密阿尔法，今天我们就深挖一下藏在纸面里面的真相。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昨天发生什么事。首先是过去的周末，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让比特币这个对地缘风险很敏感的资产承压。到了昨晚，更大的打击来了，伊朗方面宣布切断了与美国的外交沟通渠道，并威胁要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消息一出来，全球能源市场又开始紧张了。国际原油价格应声暴涨 7%， 在昨天与此同时，比特币的价格反而在昨天就吃了泻药一样，从74000的高点直线跳水到71000美元以下。看起来逻辑还是比较顺的，因为战争风险升高嘛，油价上涨，通胀预期升温，所以大家抛售风险资产。但隔壁美股全线收涨，英伟达进军 PC 市场，引发产业链矩阵，油价飙升 8%， 英伟达单日大涨 6.2%， 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如果真的是因为中东战争风险导致全球资金恐慌出逃，那为什么美国的科技股却在狂欢？为什么资金呢只从加密市场撤出？另一个巨大冲击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企业持有者，也就是持有84万枚的微策略他们居然卖币的，卖掉了32枚比特币，总价值大概是在250万美元。相较于总持仓量来说，32比特币的话，连零头甚至9牛1毛都算不上。可是市场上的反应却异常激烈微策略自己的股价当天暴跌 8.2%。但我们仔细想想，一个总市值高达 2.5 兆美元庞大加密货币市场，居然被区250万美元的抛售额给吓崩了，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真正的故事是隐藏在数据背后你看不到的资金暗流。全球最火热的 AI 板块，它正在吸走币圈的流动性。就在6月1日这一天，开发了 Cloud 大语言模型 Anthropic 公司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招股书草稿。同一时间，马斯克的 SpaceX 也正式提交了 IPO 申请。不仅如此， AI 芯片的绝对霸主英伟达推出了自己最新款的 RTX 处理器引爆硬体市场狂热，单日股价暴涨 6%。这说明全球最聪明最庞热的热钱正全面涌入到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几乎所有与 AI 相关的东西都在飞涨，它们就像超级黑洞一样，吸纳了本来可能会流入加密市场的投机资本。同样 ETF 资金流出的血崩效应，很多人看盘只盯币价，却完全忽略机构的资金流向。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比特币现货 ETF 仍然在净流出，这已经是连续第11天了。与此同时，在6月1日那一天24小时总爆仓金额高达 4.2 亿，其中多头占了 2.75 亿。最恐怖的是1小时内发生，在不到60分钟时间内，市场瞬间蒸发9369万美元的仓位，高达 95% 的都是做多的人，也就是接近1亿美元的多头仓位在不到1小时内被交易所强制平仓。你要知道，期货强制平仓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操作，多头被强平时，系统会把自动抵押的比特币以市价砸盘卖出，瞬间消耗买盘流动性，进一步压低价格。价格一低，又触发下一点位的保证金不足，导致更多人被强平。最后一点，我们再来聊一聊微策略，也就是 Michael Saylor 到底在玩什么游戏。他卖了32枚比特币，换了250万美元。对于一家持有总数超过84万枚比特币，总市值超过600亿的巨头来说，这点钱的话不痛不痒。但是他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不是神，他也会卖出比特币。知名分析师就评价很准他说 Michael Saylor 每个礼拜能买几千个币，没人关心，但只要有一天卖了，整个市场就会崩溃。这就是在测试持有者的智商和心理承受力。而 Michael Saylor 本人更是回应，为了让优先股 STRC 成为全球最优质的信贷工具，那其实就是帮大家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潜台词他卖币呢是为了支付优先股的高额股息，保住公司的信用评级和分红能力。如果币价继续跌，导致现金流不够付利息，他可能还会卖更多比特币，这才是真正让市场胆寒的地方。这点还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在过去几年，市场给予这类比特币国库公司极高的估值溢价，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卖的钻石手。
但这次抛售的话已经打破了这个神话，大家突然发现这些机构在面临传统金融流动性需求和分红压力的时候，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抛售比特币。这个预期被打破的杀伤力，直接引发了华尔街对所有持币概念股资产估值模型的新一轮重估。我们回到盘面，比特币已经跌破自2月份以来的上行通道，并且有继续向下的一个趋势MACD 量能柱的话也在明显放大。我们对比每一次金叉出现基本上都是有一个下跌趋势。那上一次出现的话是在26年的1月份。如果比特币受不住下方，要继续看向哪里呢？我认为是在前方的这一个低点，也就是大概在66000左右。那这是上面的一个密集筹码区印证我这个观点是资金费率我已经在很多期视频当中提到过资金费率了。在熊市当中，资金费率就是一个很好评判它这个比特币价格究竟是会往上涨，就是反弹还是下跌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即使比特币这两天一度下跌，已经跌至69000，都已经破7万大关了，那资金费率都仍然处在这么正的情况下，就代表着短期之内价格仍然要持续下跌。往前看，接下来比特币走势大概只有2条比较艰难的路可以走。第一条是相对乐观的路，前提条件是美国国会在本周能够顺利通过清晰法案。这个法案对于加密货币监管框架有重大意义，一旦通过，能让华尔街的机构重拾对加密资产合规性的信心。同时，伊朗那边的停火协议预期突然升温，让国际油价快速回落，减轻全球的通胀压力。如果这些条件都能满足，那么比特币就有机会在这里进行止跌。我们可能会看到它在7万左右附近形成一个长期的横盘震荡格局，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消化掉目前的卖压。但是这种情况下，也请你千万不要失望，短期内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涨。第二条路会比较悲壮，如果 AI 的 IPO 热潮继续燃烧， Anthropic 和 SpaceX 这种超级巨无霸的 IPO 顺利推进，这绝对会像超级抽水机一样吸走市场上数以千亿计的海量资金。同时，比特币现货 ETF 资金流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还有在继续增大的表现。在这种极端的剧本下，全球的金融市场会立即进入 risk off 模式，所有的资金都会疯狂抛售高风险资产。到那个时候，比特币跌破6万美元大关的风险将会成倍数的急剧增大。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毫无准备。